将士运金，技艺默契与至交的千古绝响。大家好，我是明德君，今天我们一同走进庄子虚无鬼中将士运金的奇妙故事。将士这位名字叫石的匠人斧子是他干活的力伙伴，而运金便是挥舞斧子的潇洒动作。那将士运金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传奇呢？这故事是庄子在经过惠子墓地时讲给随行伙伴听的。故事是这样的：郢都有个人不小心把白垩泥蹭到了鼻尖上，那泥点小的就跟苍蝇翅膀似的。他找到将士，让将士用斧子把这小白点削掉。将士二话不说，抡起斧子，动作快的带起一阵风，嗖的一下就朝着泥点砍去。结果神奇的是，白垩泥被削得干干净净，鼻子却毫发无损。郢人站在那儿镇定自若，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宋国国君听说了这事，对将士的手艺惊叹不已，赶紧把将士召来，说：“你这么厉害，给我也露一手呗。”可将士却回答：“我以前确实能做到，但现在我的搭档已经去世很久了。”原来当年那令人惊叹的技艺展示，靠的不只是将士一个人的高超技术，更是两人之间无与伦比的默契配合。如今搭档不在，这绝技也没法重现了。讲完这个故事，庄子对着随行人员长叹一声，满是遗憾地说：“自从惠子离世，我的伙伴就没了，再也没有能和我畅快论辩的人了。”这个故事看似简单，将士就如同谢牛的庖丁、沾蝉的老汉、削木为锯的子庆一样，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登峰造极。他能用斧子削掉鼻尖泥点还不伤皮肤。将士运金，乘风听而着之，进恶而鼻不伤。后人从这段描述里提炼出将士运金和乘风进恶两个成语，来赞叹工匠技艺的高超。到这儿，将士运金和养生主里的庖丁解牛还挺相似。可这个故事里还有个关键人物，就是将士的搭档郢人。将士能展现神技，郢人的存在至关重要。郢人面对飞速砍来的斧子毫不畏惧，正是这份信任让两人之间有了绝对默契。将士不用担心伤到郢人，自然能发挥出最高水平。郢人一去世，没人敢用鼻子去接将士这一斧子再厉害的技艺，也只能失传。不过庄子讲这个故事可不只是为了夸赞将士的技艺和两人的默契，更深层的是借故事表达对昔日好友惠子的深厚情感。惠子和庄子常常辩论，看似在抬杠，实则感情深厚。他们通过辩论探索真理，提出了许多引人深思的观点。庄子和惠子就如同将士和郢人，看似有主有次，实则相互成就，缺一不可。所以庄子才会感叹，失去惠子，就再也没有能和他辩论的人了。但这又让人产生疑惑，这种表达符合庄子的生死观吗？我们知道，庄子妻子去世时，他骨盆而歌，因为在他看来，人的生死是自然循环，不必过度伤怀。在《列御寇》中，庄子连自己的身后事都不太在意，可为什么在这里，他却对惠子的死表现出深深惋惜？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要解答这个问题，得看看庄子独特的友谊观。传统观念里，朋友在社会关系中非常重要。儒家经典《论语》里就有“友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道不同，不相为谋”。儒家从自身情感出发里结友谊，朋友间相互了解，帮助给彼此带来快乐。在现代社会，很多人也是这么看待朋友关系的，可道家观念截然不同。庄子在《齐物论》里说：“道通唯一，宇宙万物都是一体的。”在《之北游》又提到：“道无所不在，虚静恬淡，寂寞无为者。”道德之至，清心寡欲的人才能领悟道。这种强调道和恬淡寂寞的思想，和儒家看重伦理的思想基础形成鲜明对比。思想基础不同，友谊观自然也不一样。庄子在大宗师里讲过一个故事：子嗣、子与子离，子来四人讨论，谁能领悟生死存亡混为一体，就可以交朋友。他们相视而笑，心心相印，却不说话，就这样成了朋友。主流儒家思想看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，庄子却更看重道。在他看来，只要领悟道，领悟万物为一体，即便不交流，也能成为知交。感情反倒没那么重要。正所谓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那惠子是得道之人或者修道者吗？显然都不是。惠子是名家开山祖师，善于争辩，不会跟着庄子修道。庄子欣赏的是惠子的才华。在《庄子》一书中，庄子和惠子多次激烈争辩，这是两位大师的思想碰撞，相互切磋促进。很多时候，正是惠子的步步紧逼，激发了庄子的才思，让他感悟到许多重要思想。当然，对于惠子有才却不修道，庄子在《天下篇》中也感慨：“惠施之才，台荡而不得，逐万物而不反，是穷想以生行于隐静走也。”悲夫
为惠子追求外物，不追求真理，不随自己悟道而惋惜。纵观庄子全书会师，大概是庄子唯一公开承认的朋友离世，庄子再次形单影只。经过惠子坟头时，他独自凭吊，或许不是不伤心，只是他的信念不允许自己过分伤心。在一次送葬途中，庄子触景生情，用自己最擅长的讲故事方式倾诉对惠子的思念。其实圣人也是凡人，修道者虽清心寡欲，但并非没有感情。说太上忘情，也不是真的绝情。惠子就是庄子人生中那份珍贵的情感寄托。今天我们透过将士运金的故事，看到了记忆的巅峰默契的力量，更感受到了庄子和惠子之间深厚又独特的友情。生活中，我们或许也有这样的挚友，虽不常联系，但一个眼神一句话就能心领神会。珍惜身边那些能与你灵魂共鸣的人吧，他们或许就是你人生路上最宝贵的财富。下次当你面对困难或享受成功时，不妨想想这个故事，想想那份默契与友情的珍贵。在这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，快节奏的生活常常让我们忽略了身边那些真正重要的情谊。我们忙于追逐物质的满足，奔波于各种事物之间，与挚友相聚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。可每当夜深人静回首往事，那些与朋友共度的美好时光，总是如同点点繁星，照亮我们的回忆。就像庄子与惠子，他们的辩论跨越了时空的界限，在思想的碰撞中绽放出智慧的火花。这种交流无关乎名利，纯粹是灵魂深处的对话。在现实生活里，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朋友。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迷茫时，他们能以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拨开迷雾；当我们取得成就时，他们能真心为我们高兴，同时也能提醒我们保持清醒。这样的朋友或许不常陪伴在我们身边，却能在关键时刻给予我们最有力的支持。然而，维系这样的友情并非易事，它需要我们付出真诚和耐心，学会倾听和理解。我们不能总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而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。当朋友遇到困难时，我们应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；当产生分歧时，我们要以平和的心态去沟通，而不是一味的争执。同时，我们也要明白，友情也会面临各种挑战和考验。时间和距离可能会让感情逐渐变淡，生活的变故也可能会让我们与朋友走上不同的道路。但真正的友情是经得起这些考验的，就如同将士与影人，即便影人已逝，将士运金的故事却流传千古，他们之间的默契成为了人们心中永恒的传奇。庄子对惠子的怀念，也让我们思考生命中那些失去的珍贵情感。当我们失去一位挚友时，内心的痛苦和遗憾是难以言表的，但这份痛苦也提醒着我们要更加珍惜眼前人，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相处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让我们带着对将士运金故事的感悟，用心去经营每一段友情，主动联系那些许久未沟通的朋友，和他们分享生活的喜怒哀乐，用心去倾听朋友的心声，给予他们温暖和鼓励。让我们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不再孤单前行，因为有挚友的陪伴，我们的人生将更加精彩。愿我们都能拥有像庄子和惠子那样的友情，在相互砥砺中共同成长，在岁月的长河中留下属于彼此的美好回忆，让这份珍贵的情谊如同璀璨星辰，照亮我们人生的漫漫征途，成为我们心灵深处最坚实的依靠和最温暖的慰藉。用真挚情谊书写人生篇章，让友情之光永不暗淡，让每段回忆都成为心底的无价珍宝，让传统文化帮助我们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。